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惠子。对于云玩家而言，辨认宝可梦的属性其实是有难度的。那么今天就来扫盲一下部分宝可梦的真正属性吧。由于宝可梦有8个世代，数量众多，因此分成上中下来讲。1. 喷火龙。初代火系御三家的喷火龙会从口中吐出高温火焰，尾巴上的火焰是生命力强弱的征兆。如果火焰熄灭，喷火龙会死去。喷火龙是火系飞行系的宝可梦，虽然名字是喷火龙，可是这个名字是彻彻底底的欺诈。喷火龙无法记得技能喷火，也不是龙系。初代只有快龙一家是真正的龙属性，不过喷火龙作为 GF 亲爹，怎么甘心做一只假龙？它在第6世代加入了2种 Mega 进化，一种是 X 喷，属性为火系龙系，另一种是 Y 喷，火系飞行系。龙系飞行系的组合是不存在的，不要以为 Y 喷是龙系飞行系。2. 大岩蛇小泉石一家，这个绝对是动画组的锅。动画中小只的皮卡丘不止一次使用10万伏特击败过小泉石，这让一些云玩家开始乱科普，初代是没有地面系的，初代小泉石和大岩蛇只有岩石系，所以电系技能有效。我真是笑了，这简直就是个低端至极的谣言。如果初代没有地面系，那么嘎啦嘎啦、地鼠和穿山王是什么属性？要知道他们是单属性的宝可梦哦。大岩蛇和小泉石一家就是岩石和地面系，从来没有变过，并且电系一直以来打地面系都是无效的。3. 肯泰罗。肯泰罗是普通系宝可梦，攻击前会用3条尾巴抽打自己提升斗志。肯泰罗的属性会弄错，我是在 B 站弹幕上看到的。有人觉得肯泰罗是地面系的，我也没懂为什么。以现实动物为原型的宝可梦80%都是一般系。4. 暴鲤龙。暴鲤龙由鲤鱼王进化而来，性格变得非常凶暴，口吐破坏光线，能够轻松毁灭村庄。暴鲤龙和龙也没啥关系，它是水系飞行系的宝可梦。设定上鲤鱼王进化而来是考自鲤鱼跳龙门的故事，但是鲤鱼永远是鲤鱼，没法变成真龙，就算 Mega 进化后也不是真龙，而是水系恶系的宝可梦。5. 化石翼龙。化石翼龙设定上是已经灭绝的远古生物，使用琥珀中基因复原成的化石翼龙似乎并不是原本的样子，脾气粗暴，利爪和牙齿十分锋利，它是唯一一种能够 Mega 进化的化石宝可梦。许多学者认为 Mega 进化后的化石翼龙的样子才是它原本古代真正的样子。化石翼龙是岩石系飞行系的宝可梦，原型是古代的翼龙，但是它 Mega 进化后还是岩石飞行系的，并没有变成龙属性，可能这是在解释翼龙并不是恐龙这一生物学概念。6. 电龙电系。 Mega 电龙电系龙系。电龙尾巴尖端的闪光能传播超远的距离，这个光会指引迷路者，帮助他们脱困。电龙名字中带龙，但是其与龙系本无太大关系，因为其退化型显然就是羊，也不知道为何它就是叫龙。更离谱的是 Mega 进化后的电龙居然奇迹般地获得了龙属性，暴鲤龙和化石翼龙流下了羡慕的泪花。7. 麒麟旗一般系超能系。麒麟旗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的尾巴，尾巴上也有脑子，所以24小时能够全方位监视敌人。这只宝可梦要是我不说，你估计都不记得它的存在了。它是一般超能系的宝可梦。8. 猫头夜鹰一般系飞行系。双眼就算在黑夜中也能看清楚，看见远处的物体。猫头夜鹰动画中表现得非常聪明，并且能够使用许多超能属性的招式，但是其仍然是一般飞行系，没有超能系。弄错的小伙伴大概率是被动画误导了。小智在动画中收服过一只闪光猫头夜鹰，这只个体比普通个体体型小了一圈，不知道是年龄问题还是单纯的营养不良。9. 土龙弟弟一般系。土龙弟弟非常胆小，有什么风吹草动就会快速挖洞跑走。它的原型是日本传说生物地灵蛇，名字中有龙，但是其不是龙，它是一般属性的，而且也没有虫属性。更好玩的是，土龙弟弟虽然叫做弟弟，但这种宝可梦也是有雌性的，我觉得雌性的应该叫土龙妹妹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动画中小智一直想收服土龙弟弟，但是每次遇见土龙弟弟，小智都会因为各种意外没能收服。
10. 沙基拉，地面岩石系。班吉拉，岩石系恶系。班吉拉的退化型沙基拉和尤基拉是地面岩石系，但是进化成班吉拉后就没有地面系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恶系。但是云玩家可能不知道，他们看着班吉拉就觉得是地面系，或者说他们根本弄不清楚地面系和岩石系的差别。当小只的皮卡丘使用电系招式击中艾兰的班吉拉，云玩家又开始说皮神打伤地面系了，简直可笑至极。11. 洛奇亚，稍微挥动翅膀就能扇起飓风，摧毁房屋，因此隐居在海洋深处。洛奇亚是成都地区的1级神，其在盖欧卡被设计出来之前代表着海神，并且居住在深海中，但是它并没有水系，它是堂堂正正的超能飞行系。可是很多云玩家还是以为洛奇亚有水属性。随着设定的完善，洛奇亚不再是海神，而是代表着洋流。动画中，洛奇亚和小智非常有缘分，小智遇到过很多只洛奇亚。好啦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啦，我是惠子，咱们下期见。